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我们讨论一下啊，这周的美股是上涨还是下跌，还是我们抄底的一个机会呢？那我们这周有几个我们今天有几个要讨论啊，就是股票是否是已经到顶了？第二个，我们这个 AI 这个行业是否已经到头了？那么第三个，我们的 AI 是否有泡沫？我相信各位散户朋友啊，你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听了很多别人的分析啊，都是马后炮的一个分析，是吧？每逢股票在下跌的时候，或者在暴跌的时候啊，总有人在疑惑，这个行业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对吧？所以说导致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这个到底是不是顶部，还是一个价格回踩？让我们非常矛盾。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操盘过程中，咱们不能说因为太过于关注这个行业的问题。咱们都知道啊，任何一个行业，它从启蒙到后面爆发到后面结束，这个顶部，我告诉你啊，几乎很少人能够猜测透，明白吧？你过往像我们过往的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乃至我们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乃至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人工智能大家把它想到一个为什么是2028年才达到一个顶峰呢？其实它还是一个行业周期的一个发展啊。其实它和商品周期还是有点类似。咱们都知道商品周期3到5年是一个小牛市，10年一个大牛市，明白吧？那么它对应的这个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它也是人工智能行业是从2023年开始逐步的爆发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会定到2028年？其实也是定了一个3到5年的一个周期，明白吧？所以说大家预测的2028年到顶也是这个原因。那么现在为什么现在这几天的股票暴跌，尤其我们美股暴跌，为什么现在这个讨论又上来了？因为现在人们经不起这个股票的这个回踩，尤其我们的散户朋友啊，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价值投资还是在做投机，知道吧？在买进去的时候想做价值投资，但是买进去之后遇到暴跌了，就成了投机去了，内心又受不了。那典型的是你这个在进场的时候啊，就是遇到了你这个当时思考的不够全。第二个呢，也是因为你的策略不够完整所导致的。咱们不要看到巴菲特的一个操盘方法啊，感觉好像挺简单，其实它是一套完整的一个交易策略啊。你看他的买点卖点，你看他前段时间前几年买的这个亚马逊，是吧？为什么在上个季度卖了？那你们有没有发现，他是把买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就是说我们的散户朋友很多在做买卖的时候，他光有买点没有卖点啊，一遇到价值投资价格回落，你就怀疑人生，这样是非常不对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股票回落到哪里才是我们一个进场点，我们去做第一次反弹。我为什么今天给大家说的是第一次反弹明白吧？现在想直接微型反转比较难，非常的难啊。我一会儿给大家讲，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量化领域通过量化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去如何去判断一只股票如何去判断它的上涨、下跌还是盘整。其实我们分析，我们一定要前置，不能马后炮，因为我们要赚钱，一定要参与这个市场才行。那么现在这个市场有没有到底呢？我告诉你，没人告诉你。但是我们在操盘过程中一定要克服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一定要用反人性的方法。咱们都知道，反人性方法的第一条最难的是什么？止损。当然我们这里讨论是投机如果说你要做价值投资也没关系但是价值投资呢，它相对来说止损比较模糊，比如说这个价格跌得非常多了，也会涉及到止损，明白吗？尤其我们做价格投机来说因为我们价格投机是为了赚这个低买高卖这个差价，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不可控的东西，那我们是不是要涉及到止损？所以说，对我们的散户朋友来说啊，止损目前对大家来说是非常非常难的，明白吧？但这个没关系，既然我们知道任何东西都涉及到反人性的话，那我们尤其我们做投机的朋友啊，一定要想好啊，你要设好止损。如果说没有止损，真的你要完蛋，啊，你永远都在回本的路上，因为之前亏了很多啊，之前可能想做价值投资，没想到啊跌到50%，然后后面你在一路上都在回本的路上，对吧？因为我们的散户朋友他不喜欢买在底部，他喜欢在市场行情很疯狂的时候去进场，然后呢又执念于这个市场啊，执念这个市场。那么这是有风险的，知道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散户朋友在进场的时候，其实整个价格都已经跑偏了，啊，都已经涨幅非常非常大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所有的方法，我们都用的是这种逆向思维啊，和我们多空思维，就是一定和散户对着干啊，就是散户敢进场的时候我们出场，散户下出场的地方啊，也是我们进场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当前的这个时间。当前的时间是这个台北时间啊，12:21啊，你对应一下你的这个当前的时区，看一下现在是什么时候。然后我们这样，因为我现在马上进入主题啊，咱们既然我们要分析大盘，对吧？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大盘怎么走。我这里面我写了2只股票啊，一只叫买英伟达，第二只叫空 Meta 啊，但是你不要简单的看我现在的提示，你要把我听完，你才知道怎么去操作啊。我们的操盘是以量化思维模式去操作的啊，和我们散户的想法不太一样啊。然后我们现在该分析一下这个大盘。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标普吧，其实标普也一样，咱们都知道啊，纳斯达克也是一样的啊。我大概看一下啊，那么星期五这波下跌，算是非常的猛。首先我们要知道它的核心原因，我相信在上周五、上周六，很多马后炮的一些分析师已经出来了啊，为什么暴跌？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核心点，核心点只有一条，就是因为这个有加息预期，这才是核心。那加息预期怎么来的？就业人数太多了，知道吧？失业人数很少，所以说导致的暴跌。但是如果说大家看我星期六，我看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应该是昨天发的短视频，就里面已经讲了，就是说这轮的这个就业如此之高，是短期还是长期？但是从我量化个人分析而言啊，这轮的失业率如此之低，跟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杯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造成了短期的就业。你不妨一会儿你听我讲完之后，你去查一下为什么这个上周发的这个就业率如此之高，明白吧？就是非农数据如此之好，你去看一下里面的数据啊，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是短期的世界杯事件所导致的就业率非常高，明白吧？那我们有了这个判断之后，那我们相信这个就业率是个短期的，明白吧？那么我们知道短期的话，那我们知道这波的回落肯定是没有到这波的顶部。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7632这个位置啊是不是顶部，对吧？那目前来看，我们都知道，那这波的下跌幅度，我们第一直觉就已经发现了，我们通过抠学方法就已经发现了，这波的回落啊不是很大，不是我们所谓的就顶部已经出现了，对吗？这波在下跌过程中肯定伴着反弹啊，但是在下跌过程中啊，我个人认为按照我们的逆向思维啊，我们刚才说我们的很多散户朋友他是高位买进去的，对吧？那按照我们逆向思维，高位买进去的散户必须要关到山里头啊，要不就是在价格下跌的时候让他们措手不及，让他们自动退出这个市场，明白吧？因为我们散户朋友是重仓满干，不是止损，止盈也不要，那么接下来你就是等着亏钱的时候，明白吧？
虽然说这个市场非常残酷，咱们要认清这个市场，它就是个反人性市场啊。交易它是反人性的，并不是你所谓的这个你的技术分析的特别牛啊，你怎么样的啊？那不是这样的。你的进场、出场、止损位啊，你的高抛低吸，你这个盈亏比这些啊都是非常重的重点。你只有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你才能挣钱。而不能说因为这个觉得这个牛市来了啊，你冲进去是你能感觉好像短暂能挣钱，但是长期它是亏钱的。因为这是我们量化里面啊，我们之前在做量化软件的时候这方面我们做的非常多，我们都是按照这个散户啊扛不住的地方我们进场。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既然这个星期一我们已经发现了整个股市出现反弹，对吧？昨晚上也发生了战争啊，昨晚上那个伊朗打以色列，也是发生了这个局部冲突，导致今天早上是低开高走，现在在反弹。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微型反转，咱们散户朋友是没出来的啊，出来不够彻底，明白吧？我们都希望在这地方一定要出现一个横盘或者往下压，知道啊？在这个地方的上涨啊，大家有个前提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进场有些时候啊，我们在买进股票的时候容易发生执念。执念是啥？因为任何一个价格，你在进场的时候，它都有3个方向，要不是上涨，第二是我们的这个盘整，第3个是下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你的这个，尤其是在相同周期，咱们现在以日线周期为例啊。以daily周期为例，那么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既可以上涨，也可以下跌，也可以震荡。那我们做单就肯定不能按照这个日线周期去做啊，对吧？我相信到这个位置，我们在复盘历史的走势，你会发现这地方既可以涨，也可以跌，也可以横盘，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千万不要执念。我们在进场的时候，你是做反弹还是做它的这个微型反转？你一定要先想好。但是针对我们这个量化领域的这个交易啊，一定是先做反弹，因为它下跌太大，上面全是套牢盘，那么这时候想上涨是非常非常难的，一波上涨非常难的，除非有那种大型的这个事件。但大型的事件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最多就是和主力可能延迟个半个小时吧，我们都知道，对吧？那么在没有大型事件的时候，它根本就涨不上去啊，它根本就不会一步涨到跌啊。所以说我们在做单的时候，我们以日线来作为分析我们结构，真正让我们赚钱的是在2小时、15分钟周期去操盘，是我们最能挣钱的。我刚才都说啊，你在相同周期你是感受不到它是上涨还是下跌还是盘整，明白吧？大家一定要像用逆向思维，一定要跨周期去做我们的高抛低吸，因为这个人每一个人都需要掌握，就怕你们执念。我一会儿会给大家讲这个买入英伟达和做空美塔这都应该是我们主要的操盘方法。那么如果说你买英伟达或者做空美塔你是通过投机的方式去操盘的，那么这个时候你更注重高抛低吸，知道吧？一个波段走完了，你必须得跑掉，下来再买进，然后在高位再卖掉，一定这样的反复2到3次。那么这时候你会积累到雄厚的资金，然后再用一定的资金去赌博它的趋势行情，明白吧？做单一定是这样的然后这是日线，然后我们再分析一下这个小时线。我上周4给大家说了这次会日线出现一个小时波段一个回调，但是这波下跌呢，等一下，啥情况？这是忘了。跑哪去了这样，现在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7354这个点位没破，但我们现在真的没法确定会不会破。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呢？就是未来3天我们怎么操作？注意就是这个股市什么是底，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个事件来进行一个刺激。
明白吧？就是我们所谓的事件驱动，就是股票的底部啊，就是我们这个纳斯达克或者标准普尔的底部形成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以事件为驱动的形成的底部，第二个一定是价格超跌啊，这两个二选一都没问题，二选一或者两个都满足都没问题，因为这波我个人认为啊，必须把我们的散户朋友给赶出来，明白吧？所以说在我们两小时周期来看啊，那我们看一下，因为从这儿下跌的核弹崩，那么现在不会马上上去，那么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今天晚上是高开高走，可以去做空啊，空 Meta。Meta 这个东西我也不用我说了，因为你看它的技术面。第二个哈，它受谷歌的影响，因为 Meta 现在缺钱，想在股市里面融资，明白吧？所以说对它的股市形成一定的打压，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分析和我们这个信息分析可能就会同步，就是出现共振，明白吧？如果说我们说今天晚上我刚才说啊。我刚才讲的方法也是Meta怎么去操作。如果说今天晚上如果是平开往下走，如果说暴跌，那么很可能在明天后天会遇到一个大反弹。大反弹之后也要卖，必须得卖，明白吧？我们都说，任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啊。就是这个股市的底部的形成，都会形成小时线或者说2小时周期的一个洗盘，一定要把它洗出去，明白吧？不要以为上涨两根哈，你觉得是暴涨，明白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我们不可能遇到一个突发的一个利好事件，不多，很多的东西都是有预测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在等下周3或者下周4的一个事件驱动，明白吧？比如说它今天晚上暴跌。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美股暴跌，举个例子啊，那么接下来来个大反弹是没问题，它在等星期3，明白吧？它可以再回到今天暴跌的位置，然后再起来，明白吧？这就是时间差的一个配合，明白吧？并不是说股市非得要跌穿了、跌透了，然后才会有一波暴涨，不是这样的。它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事件的一个配合，啊。如果说今天遇到盘整，有没有概率？有，盘整的概率目前不是很高，目前不是很高。从今天到明天盘整，因为现在整个波动率它已经起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不就要不往上打，要不就是往下去把我们散户赶出来，知道吧？就是我们价格勾当，然后把这个价格给打出来。我看看现在已经录了18分钟了，时间有点长。如果是这波下跌哈。如果说能够跌的比较大啊，我个人认为啊，建议买英伟达，因为英伟达大家可以先看它的一个技术面，它又跌到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200的一个位置，这个200这个位置比较重要，短期不会破。因为我刚才说啊，我们的 II 仍然没破，我们仍然认可是2028年，但是不至于现在就到顶部啊。当然我们可能是猜不到顶部，有可能现在。英伟达上次那个236这个位置有可能是顶部，对吧？但是我们现在不能猜，我们先做它一波反弹。注意啊，不要直电，先做反弹，反弹做了再说，因为做反弹你就已经挣钱了，明白吧？真的做趋势你非常难拿住单子，明白吧？我相信一做趋势你就变成价值投资，一到价值投资，一旦被套牢之后呢，然后你又想做投机了。明白吧？所以说，像英伟达后面，比如说上涨5%、10%，这个利润是你1年的利润，明白吧？因为到后面这个股市，你想把握一只10倍牛股，我相信现在应该非常难了，因为我们不能说去回顾历史，知道吧？知道吧？我们历史是用来复盘的，历史不能用来直接交易未来。我们老是想去复制曾经的一段。交易行情，曾经的一段交易行情，这是个错误认知，所有都是概率，所有的东西都是靠止损去赌出来的，对吧？明白吧？所以说我们所有交易啊，我们都是反人性，一定要舍得买，一定要舍得卖，
知道吧？愿意买也要舍得卖，啊，是吧？一定是这样一个思路啊。我看我现在录屏已经20分钟了，时间有点长，这样太长了也不太好。我觉得大家应该听我这个，应该是大致已经听懂了啊。所以说我今天的分享就这些啊，谢谢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啊，请订阅我的频道啊，谢谢大家。